一个国家一旦开始大量囤金，就说明他对未来没有信心了。这是华尔街流传的一句老话，而现在这句话精准地落在了中国身上。2025年6月7日，中国人民银行低调发布了一则公告，消息不大，标题不吓人，但细思极恐。中国央行连续第7个月加仓黄金，5月份又买了6万基恒盎司，金库里的黄金从4月底的7377万基恒盎司涨到了7383万基恒盎司。换句话说，在不到2100吨的官方黄金储备上，中国央行又无声无息地添了一把火。你可能觉得这不算什么，但背后隐藏的信息绝对惊人，因为这已不是孤立的行为，而是一连串惊人的信号。北京正在以肉眼可见的方式为一场大变局做准备。为什么是黄金？为什么是现在？我们先来看看金价的走势。2024年全年黄金上涨了 27%， 而2025年截止目前又大涨了 27%。现货黄金在2025年4月一度冲上每盎司3500美元的历史新高，整个市场都在震惊，发生了什么？答案只有一个：恐惧。不论是全球央行还是老百姓，都在恐惧。在美国，川普重新上台，美联储态度变得鹰派，美元霸权重新加强，资本市场波动剧烈。在欧洲，乌克兰战争陷入僵局，中东硝烟不断；而在亚洲，中国陷入了更深层的危机。而黄金从来都是乱世的庇护所。更关键的是时间点，中国央行的黄金回归恰恰发生在2024年11月。那时候，川普赢得大选，重新回到权力中心。而我们都知道，川普代表了什么？关税、封锁、脱钩、对抗、极限施压。川普上一次在任期间掀起了中美贸易战，把中国出口型经济逼到墙角。而这一次，他卷土重来，提前放话，对中国商品全面加征 60% 关税。2025年刚开年，中国出口就迎来黑天鹅式下滑。海关数据显示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 19.7%， 对欧盟出口下降 11.3%， 整体出口增速以连续3个季度为负。这是30年来最为惨烈的对外贸易数据。而人民币汇率也开始不稳定。人民币对美元今年以来已经从 7.1 贬值至 7.35， 在岸汇率跌破心理防线。老百姓不傻，一看到人民币贬值，出口暴跌，股市低迷，第一件事就是买黄金。而中国央行也开始疯狂加仓黄金。这不是巧合，这是战争前夜的准备。不要看央行表面风平浪静，实际上财政系统早已捉襟见肘。财政部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5月，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下降 3.8%， 土地出让收入继续暴跌，同比下降 22.6%， 地方债务余额突破40万亿元。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。更离谱的是，今年多地财政发不出工资。河南、辽宁、内蒙古部分地市公务员工资延迟发放，山东一地级市4月起取消绩效奖金，全市公职人员年收入直接腰斩。老百姓的存款越来越少，企业的现金流越来越紧，政府也越来越依赖印钞机。而黄金的另一个功能正是对冲货币贬值，避免美元制裁。2025年第一季度还有一个触目惊心的数据，外资净流出中国股债市场超过210亿美元，创下2020年以来新高。不仅是资本流走，连人也在走。汇丰、摩根、花旗等多家外资银行撤出中国部分业务。德国日资工厂加速南迁东南亚。
高净值人群疯狂办理海外身份，准备资金转移，甚至中国政府也嗅到了这股风，于是开始加强对外汇的管制，个人换汇被严查，海外汇款超过5万美元需提供更多证明材料，连旅游刷卡都受到限制。而这一切让央行更加被动，他们手里的美元资产越多，越容易在地缘冲突中被冻结。比如俄罗斯央行就曾在2022年遭遇超3000亿美元外汇被冻结的重大打击。所以中国央行加速抛售美元资产，增持黄金，这不是象征意义上的配置多元化，而是在当前地缘政治风暴下最现实、最保命的避险策略。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5月底，中国外汇储备为 3.285 万亿美元，相比2021年高点的 3.4 万亿美元已明显缩水。而与此同时，央行黄金储备的占比从几年前不足 2%， 悄然上升至接近 4%。 这个变化远远不只是数字游戏，而是一种战略方向的转变。中国央行正在从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中悄然撤退，转向一个更封闭、更自保的安全体系。这不仅是中国一家的选择，更是全球趋势的缩影。因为一个更剧烈分裂、更对抗性的时代正在逼近。不止中国在囤黄金，去美元化已经成为各国央行之间心照不宣的共识。据英国黄金研究机构 Metals Focus 本周报告，2025年全球央行预计将购买1000吨黄金，这将是历史上首次出现央行连续4年大规模增持黄金的情况。这1000吨黄金价值高达700亿美元。而中国在这场金融冷战中是最积极的一方。中国央行不是没选项，而是只能选黄金。美元不安全，欧元不稳定，人民币自己又缺乏国际信任，黄金是唯一不会被西方金融制裁冻结的资产。你以为这是金融操作？不，这其实是战争准备。这几年俄罗斯的经历让北京看到了未来。2022年，俄罗斯因入侵乌克兰，被美国联合盟友冻结了超过3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。而中国一旦真的发生类似情况，比如攻打台湾、南海冲突升级、严重侵犯人权事件，被制裁、被冻结的风险极高。目前，中国的外汇储备中，美元资产仍占近 60%。一旦出事，这些资金也可能成为人质。这就是中国央行开始转向黄金的根本原因——安全。黄金不是美联储的系统，不在 SWIFT 体系，不存在冻结、查封、征用的可能。它是一种属于你自己、随时可以转移的资产。这也是为什么2024年底之后，中国央行几乎每个月都在静默加仓黄金。不仅是央行，老百姓也在疯狂避险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全国黄金首饰消费同比增长 15.4%， 投资金条销量暴增，成为银行理财新主推品种。多地金店金条断货，投资者甚至排队抢购。知乎上有人说得非常直白：理财亏得差不多了，房子也卖不出去，我决定把剩下的钱都换成黄金买地里。这不是段子，是中国社会真实情绪的写照。当普通人开始买黄金，而不是买股票、基金、房产的时候，说明信任已经彻底崩塌。黄金的疯狂不是因它有多值钱，而是因为人民币越来越不值钱。我们来看几个指标。2024年中国 CPI 全年仅增长 0.3%， 而2025年上半年继续接近零。PPI 工业品出厂价连续19个月为负。M2 货币供应量2025年已突破300万亿元人民币，创下历史新高。什么意思？一边是通缩，一边是印钞。
这是最典型的滞涨加信心危机模型。政府拼命印钱就是，但民间没有信心，资金不进入消费和投资领域，结果是物价不上涨，反而下降。中国现在不是没有钱，而是钱都躺在银行里不敢动，而黄金成了唯一有增值预期的东西。更可怕的是，黄金狂潮背后其实是一个巨大的经济方向转变。北京正在主动与全球金融体系脱钩。2025年多个信号显示，中国加快建设跨境人民币支付系统 CIPS， 试图摆脱 SWIFT， 与俄罗斯、中东、非洲等国签订黄金人民币结算协议，启动数字人民币在东南亚小范围测试，用于跨境支付。这是典型的去美元化加去外资化加闭环化组合拳。但问题是，你有没有足够的信任，让世界愿意接受你？答案显然是没有。2025年一季度数据显示，外资在华直接投资同比下降 34%， 上海、深圳外企注销数量激增，香港恒生指数连续6个月在18000点以下震荡，资本市场信心崩盘。脱钩的后果不是自力更生，而是被世界孤立。所以，当我们看到央行连续7个月买黄金，不要以为是技术操作，而是制度性恐惧的体现。他们知道，经济增长不行了，房地产凉了，政府收入撑不住了，债务天花板到了，外资在跑，人民币信用在坍塌，老百姓不信股市，不信理财，不信政府承诺。那么最后能依赖的就只有黄金，这个几千年历史的信仰锚。但黄金再多，能就得了一个信任破产的体制吗？从外表看，中国央行的黄金操作是冷静、专业、策略性强的，但从大局看，这恰恰说明了他们在怕美元，怕制裁，怕金融战争，怕老百姓不再相信人民币这张纸。更怕的是中国经济未来的基本盘已经被掏空。当所有人都在逃向黄金时，其实就是在逃离一种制度，一种信仰。而这个世界最残酷的地方就在于，当你开始囤黄金的时候，其实就已经输了。